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的廖老师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。这节课我们继续拼音王国之旅，一起走进 I、A、V 第一课时的学习。你们看，拼音果园的果子成熟了，每个果子上都有我们的拼音朋友，请你读一读，能按要求摘下声母和韵母的果子吗？ b、z、l、p 放进声母的篮子里，啊、u、i 放进韵母的篮子里。这位同学都读对了，分的也很准确，给你点个赞。现在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，声母和韵母组成两拼音节。在拼读两拼音节时，我们要注意前音轻短，后音重，两音相连，猛一碰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拼读出两拼音节。请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吧。f a 发，k可，x许，sh树，t 特。学习伙伴都拼读对了，可真了不起呀！现在我们打开书，看看书上的插图，请你仔细观察，图上都有谁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你能试着说一说吗？图上有一位老奶奶在给小学生讲故事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听老奶奶讲故事。同学们，你们瞧，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坐，听得多认真啊！这里 I 的读音中就藏着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拼音朋友。你发现这位新朋友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单韵母有什么不同了吗？哦，它是由两个单韵母组成的。我们把这样的韵母叫复韵母。这个复韵母该怎么读呢？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老师口型的变化，听清老师的发音，看看你有什么发现。我发现老师的嘴巴开始是大的，后来变小了。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呀！我们在读复韵母 I 时，要先发第一个字母啊的音，然后很快滑向第二个字母一的音，要注意连贯，就像这样 I。现在，请同学们跟老师读一读 I。我们再来看插图，在老奶奶和小朋友之间，有一张圆圆的桌子，桌子上有一个小水杯。这里“杯”的发音中就藏着第二个复韵母朋友。想想刚才 I 是怎么发音的？我们在发 A 的音时，口型应该是怎样的呢？要先发第一个字母 的音，然后很快滑向第二个字母的音 A。我们一起读一读吧。A
a a。第3个复韵母就藏在老奶奶红色的围巾里。你们看，它在这儿。请同学们注意口型的变化，一起和老师读 v v v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3个复韵母吧。I a v。学习了3个复韵母，你们能把它们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单韵母的读音区分开吗？快来比一比，读一读吧。I a u v。同学们，我们都知道，韵母是有4声的，1声平，2声扬，3声拐弯，4声降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复韵母是由2个单韵母组成的，声调符号该标在谁的头上呢？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。单韵母家族有一顶会变声调的帽子，但6个单韵母兄弟 a、o、i、u、ü 从来不会因为只有一顶帽子而吵架，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规定：有a在，就给老大a带。那 i 的4声就要标在 a 的头上。和老师一起读 i i， 自己试着读一遍吧。那老大 a 要是不在呢，就给老二 o 带。老二不在，给老三 带。那 a 的声调小帽子戴在谁的头上呢？对，标在 的头上。和老师一起读 a， 给身边的小伙伴读一遍吧。要是一屋一起来，怎么办呢？谁在后面就给谁戴。v 的声调小帽子就标在1的头上。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v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有位同学还编了一首小儿歌呢，我们快来听一听吧。有a标a上，无a找 o， 一屋都有标在后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。有 a 标 a 上，无 a找 o， 一屋都有标在后。按照4声顺序，我们都能读准确了。打乱顺序，你们还能读准确吗？自己先试一试吧。尾 尾 学习小伙伴都读准确了，你们也读一遍吧。其实呀，这些带调的韵母都藏在我们的图片里呢。
可是他们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声调小帽子。请大家读一读，帮帮他们吧。请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。波挨白，第二声标啊上，佛啊发，白发。诗尾水，第三声一乌都有标在后，标在一上。波 a 杯，第一声标在上，水杯。喝微灰是第一声标一上，色灰色。这位同学都标对了，可真了不起。这3个复韵母的好朋友可不止这些呢。你们看，这金黄的鸭梨上的音节都是 I 的好朋友呢。你们能试着拼一拼，读一读吗？可爱该，可爱台，可爱开，此爱猜。同学们，那像这样的3拼音节，你还能拼出来吗？老师想和你们比一比。我读前面的音节，你读后面的音节。我们开始吧。勾啊呱，呵乌啊画，科乌啊跨。看来还真难不住大家。粉红的桃子也带来了 A 的音节朋友，自己试一试，拼出了哪些读音呢？ a 累，劳累的累。坡 a 陪，陪伴的陪。for a 飞，飞翔的飞。老师，我也会说个 a 给，送给的给。乌 a 围，围巾的围。和 a 黑，黑色的黑。这2位同学联系生活拼得很准确。微的音节朋友在哪儿呢？在这绿油油的葡萄里呢。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拼的。思味碎，特尾腿，的微堆，吃微吹，滋尾嘴，日味瑞。刚才我们拼读的这些复韵母就在语文书中，课下请你们也自己试着拼一拼，读一读吧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要把这3个复韵母送回4线3格里了。写好它们要注意，复韵母是一个整体，写的时候2个字母要挨得近一点儿。现在请同学们看老师写一写吧。I 先写啊占中格，一占上中格，书写时啊和一要靠近一些。A 先写一笔写成，起笔横要写直，一点儿不要写太大。微乌占中格，竖右弯，竖，再写一，2个字母靠近一些。同学们，现在就请你们身坐正，脚放平，
注意握笔姿势，手离笔尖1寸，胸离桌子1拳，眼离书本1尺。动笔写一写这3个复韵母吧。如果你写好了，就对照着大屏幕看一看这3个复韵母。都写对了，就请你在本子上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笑脸吧。写好了复韵母，我们再来拼读一下这个词语。坡挨排的位对排队。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抄写这个音节词。抄写时要注意，看一个音节，写一个音节，完成所有字母后再标声调。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整体，要写紧凑。请同学们先看老师写一写吧。坡挨排，第2声。写完字母后再标声调符号，第2声标在啊上。的位对，第4声。一屋都有，声调符号标在后一个字母上。现在就请同学们准备好握笔姿势，先把书上的音节描一描，再动笔把2个音节写一遍。开始吧。同学们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们学习伙伴抄写的音节，你们能评一评吗？我觉得它的音节都写对了，如果音节之间隔的距离再大一点儿，就更好了，这样就能让别人看得更清楚了。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，既能发现同学的优点，又能找出不足，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。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，音节之间至少要留出1个字母的位置，这样才会显得美观。现在就请屏幕前的同学们修改一下自己写的音节吧，相信你会越写越好。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学习了3个复韵母和标调符号的规则，还练习了写韵母，还抄写了音节。课下请同学们多多练习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